大家好，我是吟游诗人洛奇，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我最爱的莉莉，她一直没有回复我。事情是这样，前段时间莉莉被派去银河系另外一边的一个类地行星考察，因为距离太远，我们就只能发短信聊天。她说那边可好了，虽然地表都是坚硬的岩石，闻起来却有一股亚马逊雨林的味道。因为我是研究地质的嘛，她还说要用我送的签子帮我挖石头呢。哎，等一下啊，这里有个连麦申请，能不能说重点？所以他为什么不回复你了？好，事情是从他跟我说要看星阵开始的。他去的那个行星系中心有一颗很罕见的恒星沃尔夫拉叶星，这是一种老年恒星，因为已经走到生命尽头，体内作为燃料的氢元素耗尽，外壳也濒临解体，一直在吹狂暴的恒星风。然后有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颗恒星的内核突然坍塌，并且发射了伽马射线暴，所以那段时间即使是白天，莉莉抬头就能看到类似极光的余晖，其实挺危险的。但莉莉当时特别高兴，她一直在搜集数据，说这次星阵将是她科研生涯中无与伦比的机会。她高兴，我肯定也高兴啊！我说以前看到过一个天文故事，哈勃望远镜就是通过观察仙女座星系的一次突然的恒星变化，才发现仙女座星云并不是一团尘埃，而是一个和银河系一样的巨大星系，坐拥万亿颗恒星。哎，还记得那次变化的恒星叫造父变星，很酷，祝你好运。莉莉当时笑了笑，突然问我，那你想做父亲吗？我当时都炸了，但还是假装镇定地说，下次再有星阵带我一个，就算有危险我也愿意。然后我们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已经10几天了，怎么办？黑塔情诗其一，莉莉，我的莉莉，怎么就爱上你？你的白裙裾像降落的野鸽子，无意纷扰我的心。还是想请大家帮忙。在我颓废好几天之后，刚才老师告诉我，只要想明白爱因斯坦16岁想的那个问题，就能想明白我和莉莉之间的问题。但我是学地质的呀，所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谁帮帮我？你之前说莉莉去的行星特别远，还发生了星阵，我大概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以前人类认为宇宙就像大海，在这个大海中装满了无处不在的静止的以太，就像水。爱因斯坦就想，如果以太是静止的，光相对以太的速度就是光速，那么当一艘飞船在宇宙中穿梭的时候，我们不就可以通过测飞船上的光速去判断飞船在整个宇宙中的绝对速度吗？同时又根据牛顿最早提出的相对论，一个系统的速度取决于其参考系，根本没有绝对的速度啊。16岁的爱因斯坦想到这里，马上就发现了矛盾，所以光速一定不是相对以太而言的，光速只能是不变的，就跟当时所有的实验测试结果一样，跟麦克斯韦的方程推导一样，无论在哪里，真空中的光速都是一个定值，一个常数。光速不变我懂，然后呢？你别急，光速不变带来了一个问题。想象你在地面看天上飞过一艘飞船，这艘飞船的路线是直线，然后飞船上有人抛下了一个小球。对于飞船上的人和小球来说，这个事件中小球走的路线是 d， 但对于地面上的人来说，飞船和小球还有一个向前的速度嘛，那么小球的路线就是直线 l， 它变长了，对吧？问题来了，丢小球这件事合理的地方在于小球的速度是变化的，但如果这颗小球是光，是飞船上有人打出了一道激光呢？如果光速是不变的，怎么可能在同一件事情同等的时间里面，小球走的距离却变长了呢？对呀，这怎么可能呢？10年之后，爱因斯坦解决了这个问题，答案是地面上的人和飞船上的人时间不一样。如果假设地球上过的时间是 t0， 飞船上的时间是 t， 飞船速度是 v， 我们可以很容易知道 d 等于 ct，l 等于 ct0，s 等于 vt0。通过简单的勾股定理可以知道 d 的平方加 s 的平方等于 l 的平方。我们可以化简一下，把 t0一刀放成同一边，再都除以 c 的平方，然后在两边开方，我们就可以得到飞船上和地上时间的关系啊！这就是最简单推导时间膨胀公式的方法，洛伦兹变换的一部分。所以爱因斯坦发现的是，不同的位置时间不一样。时间不一样？老师，你为什么突然告诉我这个？从黑塔离开，你身轻如燕，在丰饶的皮肤上跳踢踏舞，跳得老子的心肝一起打颤，跳得星河一坨一坨，堵塞星轨道路。原来在爱因斯坦的世界里，只有在相同时间、相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才算同时发生。我好希望它是错的。还记得之前被军团入侵，我们有老数激光击沉了一艘敌舰。当时星穹列车组觉得是他们的功劳，黑塔空间站又觉得是他们先发射，大家吵得不可开交。
真可笑，原来在相对论的世界里，这些争吵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相对于敌舰，就算星穹列车组和黑塔空间站的距离一样，发射的时间一样，且同时击中，但只要观察者不同，位置不同，比如指挥官正在往空间站移动，那么对指挥官来说，空间站就一定是先发射激光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科技水平而言，根本就没有正确答案。这段时间我整宿睡不着。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把图书馆所有关于相对论的书都翻出来，想找到破绽，但一切都被一个小小的公式困住，一个关于时间本质的公式。时间究竟是什么？过去的人们常常把它看作某种绝对的神秘的力，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爱因斯坦把时间拉下了神坛，并一分为二：协调时和原时。协调时相当我们平时认识的时间，而原时才是相对论时空里真正的时间。比如，我想和丽丽约会，我需要知道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明天下午6点，在初次见面的咖啡馆。那么我们去咖啡馆要走多远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这取决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如果你就在咖啡馆，这个距离就是0；如果你在月球上，这需要38万多公里。同理，在相对论时空，我们到明早6点需要多少时间？这也和我们到咖啡馆的距离有关。我从时间膨胀的公式推导出了这个。假设 T0 是在咖啡馆原地不动等到6点耗时，那么把 T 用 T0 表示出来，带进去。如果我们去咖啡馆的速度是匀速的，那么 VT0 就是移动的距离，等于我们到咖啡馆的距离 s。那么我就得到了一个关于时间本质的公式，它意味着我去咖啡馆真正的耗时和距离有关。这就是原时，是我们这个时空真实时间的计算方式，是我去咖啡馆找莉莉的洛伦兹距离。后来爱因斯坦还发现，强大的引力可以扭曲时空，让距离 s 改变。莉莉去越远的地方，我们时间的差距就会越大。这意味着我可以为莉莉穿越光年的距离，但却永远无法追上时间。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这就是爱因斯坦发现的所谓真相，他毁掉了我的爱情，莉莉。黑塔情诗其3，除了巨环与星芒外，银河里还有一个女人，她带着我的追问，追问的期限是我的一生，答案落在黑洞弱不禁风的边缘。她的眼睛是云的叹气，蓝被孤独写成了我的名字。当爱情踏上旅途，当时间燃尽壁炉，当一条去咖啡馆的路要从阴海走向坟墓，当一次恋人的期待要用一生去满足，你当出发还是止步？